电影《长津湖》中有一句台词叫做：我们这一代把仗打完，下一代就不用打仗了。事实上，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有血性的政权大都抱有这样的理想。即便是在最混乱的五胡十六国，前秦也曾经在短短的5年内强行上南渡，接连消灭了潜在的7个敌对势力。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其中2个最大的手笔——灭梁和灭代战争。公元375年，前秦铁腕丞相王猛病逝，整个大秦的担子一下子又都落回了天王苻坚身上。封建时代，如果皇帝能够和执掌百官的总经理，也就是丞相、君臣相合的话，那么他还能轻松一阵子。但如果君臣不和，或者找不到这样一位总经理，那君王又有的忙了。因此，王猛去世后，苻坚旋即进行了一项改革，亲自下场过问政务。他下诏说，前相王猛骤然离去，自丞相走后，百官和各级衙门的工作都不太合乎朕的心意。因此，朕决定在未央宫南设立临时办公室，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以便了解民情。紧接着，苻坚又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其范围之大，措施之严厉，达到了世所罕见的地步。苻坚下令，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官员还是百姓，甚至连军队和皇室宗亲，都必须遵从儒学，接受儒家教育，严禁老庄谶伪。凡是有胆敢修习儒学之外学说的，一律杀头。对于这场文化运动，苻坚解释说，丞相王猛去世之前，曾经劝导朕要善始善终，让朕不要着急一统天下。如今朕决心按照王丞相的意愿，厌武修文，搁置战争，优先加强大秦的文化建设。表面上看，王猛去世前的话，似乎苻坚真的听进去了，并且不遗余力地落实王猛的遗志。但实际上，小度还是要小小的得罪一下天王。苻坚厌武修文，本质上仍是对王猛遗言的背叛。因为他加强儒学建设的原因，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凝聚前秦的力量，而这种凝聚力量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那个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业——灭诸国，平天下。当然，苻坚并不是对王猛本人有意见。对于苻坚来说，王猛可谓是他一生最爱的人了。比如，王猛去世后3个月，苻坚就再次不无悲伤地向众人表示：昔年朕得王丞相，常常以为帝王好做，但自王丞相去世以来，短短3个月，朕竟然因政务繁杂、暗度劳形而生出了白发。一想到丞相生前劳累，朕内心就不免的酸痛。可见，在苻坚内心的深处，他对王猛的去世仍旧是难以释怀的。好了，话说回来，作为一代雄主，苻坚很快就把这种对王猛的追思和遗憾化作了另外一股动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削平天下。公元376年5月，王猛去世后半年，大秦天王苻坚决定发动灭梁战争。25年前，也就是公元350年前后，正值北方的后赵帝国崩溃、群雄逐鹿天下的时期。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一直被后赵压制的帝人蒲氏巧妙地借助时机逃回了自己的老家关中，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前秦帝国。当初前秦刚刚建国的时候，有不少势力对前秦是围追堵截，其中下手最狠的一个是东晋的桓温北伐，另外一个就是钱粮。那时候前秦政权初定，立足未稳，而钱粮却一改往日低调保守的形象，频频发兵出击前秦。虽然不足将前秦置于死地，但也确实让前秦疲于应付，左右奔命。这可以算得上是两国之间的旧怨。有了旧怨，就会有新仇。远了不说，就是我们上期曾经提到一嘴的，王猛在367年于扶汉城下临阵斩杀前秦17000余甲士，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到了371年，钱粮方面又主动宣布与前秦绝交，梁主张天锡还屡屡给东晋大司马桓温致信，请求双方共同发兵，一南一西击穿前秦。可以说，建国20年来，前秦和钱粮一直都是处于战争对峙状态，而在新仇旧恨之外，是钱粮日益混乱的政治态势。老话说得好，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公元353年，明主凉州牧张崇华去世，从此开始，整个钱粮就开始急速堕落。张崇华去世之后，按照规制应该他的幼子张耀龄继位，但很经典的，张崇华的兄长张作没过几天便废杀了张耀龄，然后自己篡权上位。张作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自己人。他发兵3万讨伐自己同族的河州刺史张冠，而张冠也二话没说，联合宋浑、宋长兄弟反杀了张作。事后，张耀龄的弟弟张玄亮被立为新的梁王，但摄政大臣却是胜利者张冠。当然了，张冠还没胜利2天，又被当初一同起兵的宋浑诛杀。宋浑去世之后，梁王的族人张雍又再次起兵，给宋浑宋城来了个诛全族。鉴于张玄亮年幼，张玄亮的叔叔张天锡便与张雍共同执政。
同样如大家所料，张天锡又突然起兵诛杀张雍，并在成功之后再杀侄子张玄亮，自己篡权上位。而这个张天锡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苻坚面前反复横跳的新一任良主。既然内忧外患大大削弱了钱粮的实力，既然张天锡龟缩河右，耽于享乐，不理政事，既然钱粮贪官横行，内斗频发，以至于人情怨聚，既然王丞相生前只说了不让以晋为土，没有说不能收拾钱粮，那么新仇旧恨算在一起，就先拿钱粮开刀吧。公元376年5月，苻坚以张天锡虽然现大秦称藩，但仍旧臣道不纯为理由，派遣使者出使钱粮，要求张天锡亲自到长安来述职，同时命令部队做好准备，只要张天锡胆敢拒绝入朝，就立刻发兵灭粮。1个月之后，前秦的使者严复、梁舒到达了凉州的首都姑臧城，向梁主张天锡传达了大秦天王征召的旨意。面对咄咄逼人的苻坚，张天锡也一时没了主意。他焦虑地问众人说：“如今苻坚所谓让我入朝，我如果答应了，必定是有去无回；但如果不去，秦国就会借口兴兵讨伐，为之奈何？”面对生死存亡问题，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凉州的晋中陆氏席勒首先表态，建议说：“大丈夫处事当能屈能伸，如今应该先认怂，派宗室子弟去秦国为人质，再奉上奇珍异宝，用真金白银打消秦王的怒气，事缓则圆，等过了眼前这一关，咱们再慢慢想办法对付秦国。”结果主战派不乐意了，他们大骂席勒是卖国贼，宣称凉州世世代代奉大晋为正统，梁主之忠义闻名海内，今天要是向胡虏低头，那将上辱祖宗，愧对臣民。况且河西地区自有天险，可保100年安全。如果我们悉数征发境内之兵，在右揽西域，北引匈奴，绝对能跟秦国碰一下子。张天锡被大家的群情激愤所感染，他也上头了，并且做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动作来。他猛地站起身来，撸起袖子，攥紧拳头，恶狠狠地说道：“孤意已决，再敢言降者斩！”随后张天锡将前秦使者严复、梁舒绑在军门上，乱箭射死。紧接着张天锡派遣刘萧将军马建率兵2万先行出发，派征中将军长句带兵3万扼守红池，自己则率军5万屯驻在金昌城下。其实主战派说的倒也不算错，如果发挥正常，钱粮跟前秦之间也还是可以一拼的。当初石虎晚年，后赵大举入侵钱粮，钱粮的谢艾凭借3万多的大军就抵挡住了后赵的10多万人，而且痛击之下，让后赵再也不敢再跨过黄河一步。如今钱粮尚有10万大军，在面对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拼死一战，或许还能复制当年谢艾的战果。而苻坚那边呢，兵力也是差不多的，有13万人。所以就论军力来说，前秦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苻坚却对此战展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自信，甚至称得上是前秦第一超级自信男。他对前秦能一战灭梁这件事儿没有丝毫的怀疑，以至于苻坚在大军出征之后，竟然开始饶有兴致的在长安城里挑选场地，规划修建房舍，以备在战争胜利之后关押安置张天锡等前梁统治阶级。另外一边，前秦前线的各级将士一听到张天锡丧心病狂地射杀了使者，人人皆感到情绪激愤，而主帅苟长也不再做任何停留，立即下达了大军全速出击的命令。在军事战略上，前秦方面兵分3路挺进河西。第一路由梁奚、姚常在青石津渡过黄河，进击河会城。第二路由苟长统领中军部队在石城津渡过黄河，兵击禅宿城。以上2路军为正面攻击部队，此外还有一支8000人的骑兵部队作为侧翼支援，由杨武将军马辉等人率领，急插恩宿地区，用以斩断张天锡的西逃之路，同时也是为了震慑西域诸部，使他们轻易不敢干预秦梁战争。到了8月，前秦第1路大军顺利渡过黄河，兵临河会城下。在前秦的猛烈进攻之下，守将前梁骁烈将军梁冀自知不敌，打开城门投降了前秦。河会城被攻克的同一时间，第2路军也与前梁的先头部队遭遇了。刚才我们说张天锡决心抵抗前秦之后，曾派遣马建率军2万做前锋先行出发。这个马建是行武出身，也算是久经沙场，但不知为何这位在开会时讨论的主战派平日里气壮如牛，但在前线却畏敌如虎。他率领的前锋与前秦军队甫一交战，便一触即溃，原地遁逃。甚至在成功逃亡后不久，他又回过头来率领没溃散的万余人临阵倒戈，投降了前秦。至此，前梁先锋部队全军覆没。面对前秦的势如破竹，率军3万驻守于乌梢岭的长句心急如焚。他本来想与马建形成合力，主动迎敌，但却迟迟得不到张天锡的命令。就这样，长句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梁主的命令，却等来了前秦的10万大军围城。在如此境地之下，
长据只能被动应付，苦苦支撑。只不过前秦还是在旦夕之间攻克了城池，长据的战马也在乱军之中被杀。危急时刻，部将董儒把自己的马匹让给长据，并力劝他突围逃跑，而长据最终选择了气节，他回到自己的中军大帐，脱掉甲胄，向着张天锡的方向跪拜叩首，随后伏剑自杀，含恨而死。而在这场战斗当中，与长据一同而去的还有当初在开会时提出屈身之术的那个席勒。虽然他曾经是个主和派，但作为钱粮的老将，席勒也在此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力竭而死。至此，钱粮两路大军均已经被歼灭，钱粮只剩下张天锡本人所带领的5万余人。为了抵抗前秦，梁主又派遣私兵赵充哲和中尉将军石景等人率军抵抗，但结果却依然无能为力。赵充哲、石景相继战死沙场。郭当城外围一战，前秦又斩获钱粮3万8千余人。至此为止，钱粮的10万大军只剩下了不到2万人，而忠心钱粮的大将们也已经阵亡疆场。穷途末路之下，张天锡只好亲自带兵上阵，率领仅剩的万把人出城再战。结果张天锡前脚刚出城，后脚城中就发生了叛变。在如此进退失据的局势之下，张天锡也只能向前秦投降。公元376年8月，梁主张天锡防绑双手，用素车白马装着棺材，于秦军大营前向前秦一线总指挥苟长投降。至此，前秦仅用了1个月，就将立国9世凡76年的钱粮政权灭亡了。此战之后，前秦进夺河西走廊，势力拓展至西域地带，堪称复刻了当年曹魏势力范围。而当前秦对钱粮用兵的时候，东晋方面也曾想办法掣肘。秦梁之战甫一开打，东晋江州刺史桓石秀即出兵江汉，豫州刺史桓伊发兵寿春，淮南太守刘波提兵淮泗，3道齐出，声势颇大。而在中央朝廷，桓冲、桓霍又联名上书，请求出兵北伐，救援凉州。而主政的谢安也是一改往日东晋的墨迹风格，立即批准即刻动员军队。只可惜钱粮的腐败无能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仅仅1个月，东晋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搜集本战的情报，钱粮亡国了。东晋也只有屠湖奈何的份了。灭梁战争胜利之后，张天锡本人被送到了长安关押起来，真的住上了苻坚给他规划的小屋。以苻坚的性格特征，或许他跟张天锡还有一场对话。胜利者苻天王也许会装模作样的问张天锡说，你也曾为人主，如今又为何沦为亡国的境地呢？能给朕分析分析吗？当然了，这段对话只是我们对苻坚的恶趣味的一种猜测。事实上，即便苻坚真的与张天锡对话了，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在灭亡凉州后仅仅2个月，苻坚又要再次发动一场战争了，那就是灭代。在古早的东汉时期，由于匈奴人投靠了大汉朝廷，以至于茫茫草原上没有了主人，于是便自动刷出了新一代胡人鲜卑。鲜卑的部落很多，但是成气候的主要有3个。第一个是慕容鲜卑，他们建立的前燕，但如今已经被苻坚王猛一波给带走了。第二个是拓跋鲜卑，他们统一了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建立了南北朝中的北魏。第三个是宇文鲜卑，他们曾经在北魏崩溃之后建立了北周，并基本摸索出了走出乱世的钥匙。而此时被苻坚盯上的正是第2个鲜卑拓跋部。不过具体到苻坚所处的时代，我们要称他们为代国。西晋闵帝时期，为了拉拢拓跋鲜卑，策应刘琨在晋阳的敌后战争，晋王朝曾经封当时的拓跋部首领拓跋以卢为代王，而所谓的代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代国并不能称之为是一个国家，而更应该是一个部落联盟。50年后，到了苻坚时代，代国已经是一个由拓跋部为核心，包括高车部、丁零部、铁服部等民族在内的一个大联盟。他们虽然在制度上落后，但在军事上却十分强大。彼时的他们组合在一起，刚刚跨越原始社会，正进入到阶级社会阶段。那么苻坚为什么会盯上这样一个落后的部落联盟呢？首先是草原部落的历史遗留问题。咱们一直以来不是对苻坚钟情于汉家文明而每每吐槽吗？现在读史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自古以来，每逢中原大乱，北方游牧民族就会找准时机向中原挺进。前朝大汉和匈奴人缠斗400年不说了，后世和突厥、辽金、蒙古的恩怨也不说了，就单说在五胡16国时期，草原部落竟然是让五胡都感到头疼的胡人。在匈奴汉赵时期，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玉律看准了前后赵大战的关键契机，放出话来，宣称如今的华夏大地是中原无主，这是苍天在资助拓跋部，从而展示出了强烈的向中原推进的意图。又过了20年，等到后赵发生动乱，冉闵发布屠胡令的时候，新一代的首领拓跋十一剑更是野心勃勃，
他认为，如今截胡衰落，冉闵肆虐，中原地区水深火热而无人能救，这正是我们拓跋部匡扶天下的好时机。他不无激动地给左右说道：“吾将亲率六军南下中原，扩清四海。”好家伙，看石一剑这话，真不知道大汉正统到底是在东晋前秦，还是在拓跋部。只不过当时的拓跋石一剑刚刚继位不久，在联盟中的地位算不上是稳固，一时间还不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石一剑却从来没有放弃南下的目标，即便是在面对苻坚本人的时候，他的使臣也是毫不避讳地宣称，石一剑是一时雄主，常有吞并天下之志。更为关键的是，即便是横扫天下的前秦铁骑，在面对代国的骑兵部队的时候，也是力有未逮。苻坚早就知道大漠草原上的良马绝非内地一般马匹可比肩的，因此他曾经不厌其烦地询问石一剑的近臣，试图确认代国到底有多少骑兵部队。而使者燕凤也直言不讳地说了，精锐士卒有几十万，战马有100万。苻坚当然不信，在中原地区养100万头猪都费劲，更何况你那荒郊野岭的草原呢？于是他当场反驳说：“你看你这话说的，要说人口几十万，我也就信了，马匹怎么可能上百万呢？你是不是个人虚张声势呢？”燕凤也不生气，也不上头，客观地给苻坚摆数据，讲道理，说道：“云中郡有一处山川，从东山到西河长约200里，北山到南山宽约100多里。每年初秋，马匹都会随时令聚集在这里，几乎把整个山川都塞满了。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来推算，恐怕100万都打不住啊！所以，如果你是苻坚，当你还在哼哧哼哧打天下的时候，一会儿打仗比你狠，道德比你低下，人手战马比你还多的部落就站在你身后，非常嚣张地说意在吞天下，你怕不怕？当然，除了草原部落一以贯之的南下野心这个历史原因之外，眼前前秦还面临着现实的困境，毕竟代国实在是太折腾人了。公元359年，苻坚政变登基后仅仅2年，便将自己政变时的定海神针、服侍江山的核心骨干、前秦建国的老牌英雄梁平老派遣到边关坐镇，屯驻在朔方之西，任镇北大将军，都督北陲诸军事，其核心职责就是对抗代国。随后不久，苻坚又专门设置了云中护军，镇守在呼和浩特包头一线，并由丞相长史担任长官。云中方面，军情不必经过地方部门，而是直接上达前秦中央，由丞相和天王直管。这还没完，前燕灭亡之后，苻坚又在合龙、蓟城、晋阳屯驻重兵，以防止代国的突然袭击，并从军队中抽调骨干，分别在这3处再设置护鲜卑中郎将、护匈奴中郎将、护赤沙中郎将，专门配合应对此处面临的军事问题。事实上，苻坚这么做并不是大题小做，就算是和平时代，代国对前秦的威胁都非常大。倘若苻坚想要南下进攻东晋，那么作为东晋关系极为密切的代国，极有可能3路大军长驱直入，或是奔袭幽冀滨3州，席卷黄河以北，重挫前秦的财税兵粮重地，以至于中土倒悬；或是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朔方前线，黑虎掏心，直指前秦的心脏地带关中；又或是千里机动，骚扰凉州，连哄带骗地拉拢西域诸国侵袭河右，将战火直接引向关陇外围。无论是哪一种，都是苻坚和前秦无法忍受的。其实，代国对前秦这种战略态势上的威逼，并不是什么新鲜命题，而是早在300多年前汉武帝时代就被研究烂了的重大课题。当初大汉决心与匈奴人一打到底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几乎是与前秦一模一样。李广曾经镇守的右北平郡，位置大约在今天的京津唐一带，也就是苻坚设立的冀州大营所在地。漠南之战，汉朝以10万骑兵发起对匈奴反击，卫青所辖的3万骑兵就是从朔方长驱到塞北，而朔方就是梁平老坐镇的云中郡所在地。而霍去病奔袭6天，踏破匈奴5国急行军1000里，直接将匈奴主力击溃的河西之战，是从龙溪郡出发的。而龙溪所在的兰州、天水等地，不仅毗邻大汉的国都，也是前秦的前沿哨岗。事实上，根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苻坚用以防备东晋在整个长江沿线部署的兵力，常年维持在6万左右，而用以防卫北方草原的兵力，仅幽州部队及冀州大营就高达13万。至于镇北大将军梁平老、云中护军以及护鲜卑、护匈奴、护赤沙3个中郎将手中的兵力，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也可想而知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可是，就算代国已经牵制了前秦几十万大军，就算前秦苦心孤诣地做到这种程度，竟然还是挡不住代国的进攻。比如在公元365年，代国麾下的铁服部和匈奴部就曾经联手入侵，一度憋得苻坚不得不御驾亲征处理此事。铁服部
原本是匈奴人种，在东汉三国时期，这支部落跟随南匈奴投靠了中原朝廷，被安置在大汉境内。到了西晋初年，这支部落又叛逃到了塞北，加入了拓跋部的部落联盟，并与拓跋鲜卑世代通婚，进而演化出了一个新的部落种族。在拓跋部也很弱小的时候，铁服、拓跋、高车、丁零，大家都是好哥们儿，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角逐部落联盟的领导权。但在拓跋部逐渐强大的同时，铁服部也兴盛了起来，两家为了争夺主导权，就不可避免地冲突了起来。前秦刚建国的时候，铁服部的酋长去世，拓跋十一剑借这个机会突然发兵铁服部，迫使铁服部不得不屈服。但铁服部也是非常的不爽，内心深处始终有一颗造反的心。没过多久，铁服部的新首领刘卫辰就悄悄地勾搭上了前秦。359年3月，刘卫辰派遣使者向苻坚投降，请求在内地划给他们农田耕种，春天来秋天走。苻坚虽然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对这股突然冒出来的兄弟还是感到疑虑重重，并且彼时的苻坚刚刚政变登基才2年，前秦尚且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过问大漠的风云变幻。此时苻坚的弟弟苻融建议说，自古以来北方草原部落都是心腹大患，如果把他们安排在内地，一旦让他们找到可乘之机，那就会亏兵郡县了。五胡乱华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因此我建议，不如把他们安排在塞外边境线上，这样既然答应了他们内附的请求，又能够把风险控制在境外。就这样，刘卫辰所部被安排在了朔方附近。但刘卫辰对此安排就非常的不满了。不久之后，一是见自己内附的目的无法达成，二是因为迎娶了十一剑的女儿，三是因为掠夺人口的事情而被苻坚所训斥。刘卫辰决定再次反叛前秦，投奔代国。之后，刘卫辰又在代国和前秦之间翻来覆去的叛变了好几次，最危险的时候，逼得苻坚不得不御驾亲征处理此事。但是苻坚对刘卫辰的反复横跳始终隐忍克制，他考虑到刘卫辰毕竟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在最后一次擒获刘卫辰之后，苻坚还是坚持怀柔，仍封他为阳夏公，礼送回朔方郡，并帮助他在部落里再次恢复势力。到这个时候，刘卫辰也想明白了，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打倒前秦，逐鹿中原，而是要取代拓跋部，成为草原上的霸主。因此，在苻坚特赦之后，他也就一心一意地依靠前秦，开始跟拓跋部对抗起来了。另外一边，拓跋十一剑可是要被刘卫辰气疯了。在十一剑看来，刘卫辰的这种行为就是里通外国，借助境外势力挑战自己的统治。因此，拓跋部和铁服部双方几乎都视对方为眼中钉，非要除之才能后快。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拓跋部和铁服部几乎年年开打，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刘卫辰惨败而告终。但每一次，苻坚都坚定地对铁服部施以援手，给钱、给粮、给武器，帮助刘卫辰重整旗鼓。事实上，我们总说苻坚念经念傻了，但通过对拓跋部的战略布局，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苻坚在战略规划上的能力绝对是一流的。他不仅能够在军事上对拓跋部严防死守，还巧妙地扶持了代理人战争，不仅将前秦与代国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拓跋部与铁服部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将国家矛盾转移成了代国联盟内部的矛盾，还使得十一剑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收拾铁服部上，而根本无暇南下去实现他口中所谓的亲率六军扩清四海。也就是这种对代国已经提前布局了10多年的情况下，公元375年，刘卫辰再次大败十一剑，并向苻坚再次求救。彼时苻坚正在全力准备灭梁之战，虽然无暇顾及，但却已经在内心盘算对代国的最后一击了。果然，公元376年10月，灭梁战争结束后仅仅2个月，苻坚就突然行动，发动灭代战争。尽管苻坚灭代战争非常的突然，但我们仍要说，这是一次部署非常周密的战争。对付像拓跋部这样来去无常、擅长铁骑，又专门以打家劫舍为后勤的武装，兵力少了显然是不行，动作慢了也不行，甚至不能一战定风云也不行。倘若那样，草原雄鹰们早就一见不对，逃之夭夭了。因此，必须完全满足出其不意、数倍于敌、落手要到、多路包抄这些条件，才有可能一战将之击溃。虽然说胡天8月即飞雪，恰好十一剑有每年7月在云中召开大会并比武的传统。大会结束之后，各部落就准备过冬事宜，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之上，而拓跋部则在大会之后就地于云中附近驻扎下来，安排活动。苻坚突然发难，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进兵的。关于本次战争的记载，几个史料当中都有矛盾，但经过综合对比，我们仍能够得出基本结论。弗洛是本次作战的总指挥，率领的是幽蓟2州的10万兵力，并州刺史巨难、镇中将军邓羌、尚书赵谦、李柔、前将军朱仝、张豪、右将军郭庆共率军20万，具体职责不清，
但方向一个是东出合龙，一个是西出上郡。在刘维辰的向导之下，神速进军，不到1个月，30万大军就全部会合，并扑进至圣乐南郊。石见见状，大惊失色，措手不及，几战下来均以惨败而告终，不得不紧急突围，逃往阴山方向。弗洛等人也试图追击，但石见有一个好，那就是无论到草原的任何地方，他跑得都比别人快。最终前秦大军还是没能够追得上他，但屋漏偏逢连夜雨，石见还没走几步，又遭遇联盟中的高车部落反叛与围剿。在他们的四面围攻之下，石见所在的部落连放牧的地方都没有，最终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返回云中地区。此时前秦的部队还没有离开，石见家族内部又发生了夺权与厮杀。回到云中之后仅仅12天，石见的庶长子拓跋石君突然勾结部众向老父亲发难，将石见刺杀，并将其绝大多数子嗣尽数杀害。这种夺权的大新闻必然惊动了前秦方面。弗洛得到消息之后，即命张豪、李柔等人急行军连夜出动，就地包围拓跋石君等人。此战下来，前秦几乎是将拓跋部全数俘虏，至此代国灭亡。事后苻坚先是将弑父弑君的拓跋石君弄到长安，车裂而死，紧接着将代国一分为二，分别交由刘卫辰、刘库仁管辖，然后将几十万拓跋部民众打散，分别安置在国境线两侧，并设置官员管理，安排赋税徭役，教授耕作织业等营生，并要求大小酋长每年按时到中央朝廷来述职。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此时虽然代国灭亡了，但苻坚对代国的处理却极大地加速了拓跋部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得他们跑步进入封建社会，并对未来的北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实本次视频的主线也是比较清晰的，一是灭梁，二是灭代。咱们之所以迟迟不推进五胡16国的最大热点淝水之战，是因为灭梁和灭代的影响都极为深远。灭梁之后，苻坚将目光放到了历朝历代先王圣贤们能够看到的最远处西域，并派遣吕光前去西征，而吕光西征又会引出武梁政权，武梁政权又孕育了恢宏庞大的武梁文化。即便是过去了1700年，当我们仔细观察武梁文化的时候，也不得不感慨地说道，武梁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伏衰，500年间延绵一脉。而灭代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50年后彻底终结16国乱局的就是拓跋部建立的北魏，而苻坚对拓跋部的种种措施更是被北魏完全加以吸收，并用来改造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所以这些都是咱们不得不放慢脚步的原因。好在灭梁和灭代的故事也算是跌撞起伏，有用有趣。视频的最后，我们来预告一点小小的大秦震撼。当前秦从371年开始，在短短的5年之内，前秦先后灭燕、灭仇池、降吐玉浑、灭乞伏鲜卑、夺梁益2州、灭梁灭代的时候，作为天下最后一个独立政权还是汉人政权，东晋方面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我们只知道，当每次前秦灭亡别国的时候，东晋朝野就会被狠狠地震动一次，以至于时任东晋的主政者谢安谁的面子也不给了，逮着世家大族挨个放血，接连强势推行了一系列包括税制改革、军队改革、组建北府兵、加强中央集权、推动儒学复兴等等在内的改革措施。或许即便是稳如泰山的谢安，此刻也真的开始担忧起亡国灭种的危机了吧。